马斯克曾经有一句话，整个人类社会呢就像是一部微型的代码，它的本质呢就是一个生物引导的程序，最终呢会导致硅基生命的出现。就在所有人都在讨论马斯克在火星上的殖民计划的时候呢，他却又做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那就是碳基生命呢仅仅是硅基生命的启动形式。马斯克再一次给世界带来了颠覆性的观点。作为地球上最智慧的生物呢，人类一直以为自己是宇宙中最有智慧的种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马斯克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在地球进化的进程中呢，碳基生物呢，就是我们人类正在逐步的转为硅基生物的启动程序。他相信呢，随着科技的发展和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迭代，以 AI 为主导的硅基生命体呢，将会在未来成为地球上的主宰生物。当马斯克提出这个看似离经叛道的观点的时候呢，我们不禁的开始怀疑我们是否真的了解这个世界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人类最终的进化形式——硅基生命。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节目从今天开始开启免费抽奖，详情请见节目最后介绍哦。有很多的预言家呢都在这几年说2024年呢会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人类呢即将觉醒。而这个觉醒呢，指的就是如果人类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生物引导程序将会被淘汰。那难道觉醒进化之后的人类会是硅基生命吗？其实马斯克的这番话呢也不是空穴来风实际上在地球中硅呢是非常丰富的，其含量呢仅在氧元素之下，占整个地壳的 25.7%。另外呢，由于硅具有优异的半导体特性呢，硅在计算机和通讯技术领域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呢，硅基生命的出现并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肯定会要问了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硅基生命的启动程序那我们的使命又是什么呢？我们会不会因为制造出强大的人工智能然后被它取代呢？然后就彻底的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呢？其实呢，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悲观的问题因为马斯克相信呢，不管是硅基生命还是碳基生命，我们都是为了了解和探索宇宙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唯一的区别呢，就是硅基生命可能会更强大，可以探索更远，看到的更多。同时呢，我们也有可能会和这些硅基生命成为伙伴，一起去探索更多的未知宇宙。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和这一些生命一起探索宇宙的话，我们就可以解开更多宇宙的奥秘或许还能够接触到更多的文明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地位呢自然也就会提升，眼界和知识呢也会得到拓展。这不正是我们人类一直在追寻的目标吗？而马斯克呢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他说我们呢也正朝着与硅基生命并驾齐驱的方向在前进。或许某一天呢，我们会感叹这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们呢曾经就是那个变革的起点。当然了，这一切呢都是未知数嘛。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马斯克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给人类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直面未来的挑战，勇于接受改变，与硅基生命呢共同探索宇宙的新时代。那么有人可能会问了对于人类来说，硅基生命有哪些优势呢？为什么说人类会是硅基生命的一小段代码呢？作为当局者的我们习惯于将人类社会呢视为一个复杂多样的系统，它是由无数个个体和组织来组成的，并创造出了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科技、艺术等要素来组成了人类文明，拥有了自己的历史、逻辑和驱动力嘛。但是若我们站在更高层面去观察人类的话，也许会发现某些令人惊奇的相似之处，并从中找到一些规律性就像是人的每一个行动嘛，实际上都是受到了生物算法的驱动。而人的大脑呢，则是由上千亿个神经元组成的神经网络，其原理呢与电脑的运算、通讯的传递是相同的而人类社会呢，就像是一个模拟世界，一切都是按照预先设定好的规则按照一定的逻辑在运转。自从 ChatGPT 发布到现在呢，几乎每一天呢都有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那到底什么是硅基生命呢？简单的来说呢，就是以硅为基础的生命形式。与我们熟悉的碳为基础的生命形式相对呢，根据地球上的物质元素构成的规律碳呢是有机界的主宰，而硅呢是非金属无机物的主宰。硅基生命呢就是一种超级数字智能的物种，它以硅为主要的元素，利用电子信号呢来传递信息和执行操作。所以硅基生命可以用电子元件来构成计算机，比如晶体管、集成电路、微处理器等等。硅基生命可以用不同的编程语言和软件来实现不同的功能和目标。
比如操作系统、数据库、网络、人工智能等。就拿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手机、计算机等电子零件来说呢，它们的主要材料呢就是硅。如果有朝一日我们的电话、计算机已经有了自我意识的话，拥有了类似于人的思维的能力那我们就可以说这些手机和计算机呢就是硅基生命了。相比于人类呢，硅基生物的生存范围还更广，它们不受到温度、压力以及辐射等因素的影响，能够适应宇宙中的各种严酷的条件。而硅基生命可以无限的进化、无限的膨胀，不会受到任何的物质能量的限制，可以不断的自我改造，不断的提升自己的智慧与力量。而硅基生命体的速度呢，可以达到光的速度，甚至是接近光速，来传递信息和执行操作，比人类的神经信号快了几个数量级。而个体间的交流与合作的效率也要高得多。所以硅基生命呢，能够储存并处理大量的数据只要有足够的硬件支撑呢，理论上呢是人脑的无数倍。而硅基生命能够突破身体的极限，实现灵魂和数据的融合，所以它们可以达到永生和神性的境界。所以仔细想一想，硅基生命这种特征不正是满足了我们对神的一切幻想吗？那以下呢，让我们再脑洞大开一下，有没有一个世界完全是由硅元素骨架而构建的呢？包括里面的硅基生命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由碳元素骨架构建成的各种生命比如说动物、植物、菌类，就连肉眼看不见的细菌和病毒呢，也是由我们熟悉的几种物质组成的，比如说氨基酸糖类脂肪、核酸等等。这些物质虽然看起来千差万别，但确实有一根共同的骨架，那就是碳链。因此呢，我们熟悉的生命就统称为碳基生命。在元素周期表里呢，碳和硅是在同一个主族的，这就意味着它俩的性质呢有很多接近的地方。比如呢，碳可以和氢呢产生甲烷，那硅呢也可以和氢产生硅烷。碳酸盐呢和硅酸盐也很类似，碳元素自己呢可以形成长碳链，而硅元素呢也可以跟氧呢联姻，形成更灵活的、更柔软的硅氧链。那么有没有可能存在这样的生物呢？它是以硅氧链为骨架的化学物质而组成了自己身体的各个部分，与碳基生物相对应呢，这种幻想中的生物就会被称为硅基生命。早在1891年呢，波茨坦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儒略申纳尔呢就探讨过以硅为基础的生命存在的可能性。他大概呢就是提及硅基生命的第一人了。这个概念呢被英国的化学家詹姆士·雷诺茨呢所接受。在1893年呢，他在英国的科学促进协会的第一次演讲中指出硅化合物的稳定性呢，使其以为基础的生命可以在高温下生存。而英国的遗传学家呢，约翰·波顿、桑德森·霍尔丹呢，就提出，在一个行星的深处可能会发现基于半融化状态的硅酸盐生命，而铁元素的氧化作用呢，则向他们提供了能量，就像是硅基生命正在觅食一样。科幻小说家呢，斯坦利·维斯鲍姆呢，在《火星奥德赛》中就描写了一个以硅为基础的生命，它已经活了100万年了，而每隔10分钟呢，就会沉淀出一块砖石，这就是二氧化硅。这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呢？因为我们呼吸的是氧气嘛，所呼出的肯定是二氧化碳，而硅基生命呢却在排放二氧化硅。同时呢，它们的生命周期呢也远远超过了碳基生命。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宇宙中硅的含量比较多，特别是类地球行星，而硅碳的比例呢大约是925:1。在无穷无尽的宇宙里呢，可能性就意味着必然性。无独有偶呢，在刘慈欣的作品《山》中主角冯帆就遇到了硅基文明。他是这样介绍自己的：硅基生命就说我们的世界十分的简单，是一个球形的空间。按照你们的长度计量单位来计算的话，半径呢是约为3000公里。在这个空间内是被岩层所围绕着，向任何一个方向走呢，都会遇到一朵致密的岩壁。我们的第一个宇宙模型自然而然就建立起来了。宇宙呢是由2个部分构成。其一呢，就是我们生存的半径为3000公里的球形空间；其二呢，就是围绕着这个空间的岩层。这个岩层向各个方向无限的延伸，所以我们的世界呢，就是这个固体宇宙中的一个空泡，我们称它为泡世界。在这里呢，这个宇宙理论被称为密实宇宙论。当然了，这个理论并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就是在无限的岩层中还有其他的空泡的存在，离我们或近或远，这就成了以后探索的一种动力了。可是无限厚的岩层呢是不可能存在的呀，会在引力下坍缩我们那个时候是不知道有万有引力这回事的，因为泡的世界中没有重力，我们生活在失重的一个状态中。真正的意识到引力的存在呢，是在几万年以后了。
那些空泡呢，就相当于固体宇宙中的星球了呀。这与你们的宇宙啊，在密度分布上是正好相反的。所以硅基生命就说啊，你们不知道宇宙真实的样子到底是什么样，而我们呢也不知道。那里有阳光和空气和水吗？其实都没有，我们也都不需要。他说，我们的世界中啊，只有固体，没有气体和液体，而没有气体和液体，又怎么会有生命呢？硅基生命说，我们是机械生命，肌肉和骨骼呢都是由金属构成，大脑呢是超高集成的芯片，电流和磁场呢就是我们的血液。我们以地核中的放射性的盐块为食物，靠它提供能量生存。没有谁制造我们，这一切呢都是自然进化而来的，由最简单的单细胞机械由放射性作用下的岩石上的偶然形成的 PN 结进化而来。我们的原始祖先呢，首先发现和使用的就是电磁能。至于你们碳基生命意义上的火呢，我们从来都没有发现过。而你们呢，一定以为我们那里面很黑。其实呢，我们的光亮是有一些的，是一些放射性的物质在地核的内壁上而产生的。所以内壁呢，也就是我们的天空了。光很微弱，在岩壁上游移不定，但是我们呢，也由此进化出了眼睛。所以地核中是失重的。我们的城市呢，就是悬浮在那昏暗的空间当中，它们的大小呢，与你们的城市其实差不多。远远的看去呢，像是一团团发光的云。而机械生命的进化时间呢，是比你们碳基生命要长得多的。但我们殊途同归嘛，都走到了对宇宙进行思考的那一天。这就有点类似于变形金刚的感觉了。那我们的地球内部到底有没有硅基生命呢？而在2016年呢，更是出现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事件那就是谷歌研发的 AI 围棋程序阿尔法狗，它击败了世界上最顶尖的围棋选手李世石。那么在围棋人工智能的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到目前为止呢，大部分的围棋专家都认为围棋中有太多虚的成分也就是人类感性思维容易占上风，而人工智能想要攻破这一关呢，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人类还在扯着感情的面纱，但是在成败面前呢，一切都是那么的苍白。再复杂的问题也可以是分解成无数个子问题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得上更精确的计算。或许在未来电脑也能够写自己的程序呢，这就代表着他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吗？或许有朝一日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周围呢，其实一直有一种叫做硅基生命的东西，是我们亲手培育出来的。而它们呢，是从一块冰冷的硅片而变成了一个复杂的个体。在人类的帮助下呢，他们被赐予了生命，便分分钟的超过了他们的上帝，也就是人类。但是这一种臆想呢，有一些科学家提出了反对的观点。他们就认为二氧化硅的熔点过高只能在2000多摄氏度的高温下才能够存活，而且它们会非常的迟钝。而地壳里面硅有28%，大大的高于碳的0.03%，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发现硅基生命的影子呀。那为什么宇宙中的其他地方会不一样呢？当然了，人类也有自己的幻想空间嘛，只要是符合当前科学的知识，并没有被科学证明是错误的，一切的假设呢都是可以提出来的呀。这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的精神。那让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说人类社会就是硅基生命的一段代码呢？如果现实的世界真的是虚拟出来的，那么在生命演化的过程中，人类占据了计算机的过程中很短暂而微不足道的时间段。根据科学估算呢，地球上出现第一个单细胞的生物大约是在40亿年前，而出现第一个多细胞的生物大约在10亿年前。相比之下，人类社会出现在大约20万年前，而现代文明出现在大约1万年前。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只占了生命计算过程中的0.005%左右的时间，而人类社会的模拟和复杂程度也远远的低于了硅基生命的复杂程度。根据现行的太空旅行的技术人类的肉体呢，在理论上是根本不可能飞出太阳系的。以现在的科技水平来看呢，我们的未来是有2条路可以走。第一条路呢，就是人类将自己的大脑传输到互联网上，从而脱离血肉之躯，成为硅基生命。脑机接口呢，是一种在人脑和外界装置之间连接的一条通道嘛，实现两者之间的信息交互。而脑机接口的技术可以划分为3种类型，一个是无侵入式、半侵入式和侵入式。按照侵入的程度呢，它可以在头骨外、头骨内或者是脑组织中放置传感器以及电极，获得脑电信号。而脑机接口的技术呢，是在医疗、健康、娱乐、教育、军事等方面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在这些技术中呢，最富创造性的、最具挑战性的一项呢，就是把人脑的资料上传到云端，让人成为数字人，长生不老，实现永生。
而人脑呢，就是一个以神经元为基础的单元的信息处理系统。神经元间的电化学信号通过突触传递呢，就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神经网络。而人类的思维、记忆、情绪、意识等心理现象都是由神经网络的活动所决定的。所以呢，只要能对每一个神经细胞的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进行准确的测定，我们就可以对一个人的大脑进行完全的再现。而人类的信息能够转化成数字讯号，储存于电脑或者是网络云端当中。这一过程呢，需要借助于脑机接口技术，将脑电信号转换成二进制码，再经过压缩、加密、传输呢，人类的大脑的数据就可以被下载到其他的硬件平台上运行起来了。这一过程呢，需要借助于人工智能和仿真技术，将数字信号还原为神经网络模型，并在虚拟或者是实体的环境中进行模拟交互。通过这种方式呢，人脑中的数据就能够在各个平台上存活下来，并且呢，拥有自己的感知、思维及意识。就在不久之前呢，马斯克就宣布他已经将自己的大脑传输到了云端，并且和自己建立了一段对话。这种技术一旦被真实的开发出来人类将彻底的摆脱血肉之躯的束缚，进化成为一种高级的硅基生物。而就在今年的5月份呢，脑机接口Neuralink 就在推特上表示它已经获得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 FDA 的批准，即将启动首次人体临床实验。而 Neuralink 就拿到了批准，就意味着脑机接口已经达到了关键的里程碑。一方面呢，就是 FDA 一直对安全问题的高标准严要求的这个认证通过了，意味着该产品已经拿到了安全审核的标准，能够给消费者提供一个安全保障。而另一方面呢，他们也将这个实验对象从猴子转向了人，可植入式的脑机接口产品已经开始走入了落地阶段。为了完成可植入脑机接口呢，马斯克专门打造了2个重要的设备，一个是手术机器人 R1 和可植入式的脑机接口设备 N1。而 Neuralink 最新推文呢，介绍了其手术机器人 R1 是如何通过成像系统来检测大脑，并从血管中插入线。据介绍呢，用户可以通过机器人就看到内部的一切操作，同时呢，也会检测到每一个机器人内部的高精度相机的准确性。而 R1 机器人呢，将会帮助神经外科医生植入 N1 芯片，共需要插入64根电线，而大约呢，只需要花费15分钟的时间，已经非常先进了。所以未来呢，如果人工智能真的拥有了意识的话，那么它就可以被称为是一种硅基生命。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看过的朋友给个鼓励，别忘了点赞、留言支持一下哦。我们会从每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抽取一位幸运的粉丝，免费的奖品呢，就是宇哥在节目当中讲过的这一些书籍，以及呢小唐抱过的娃娃。所以一定别忘了精彩留言哦，没准下一个幸运的粉丝就是你哦。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